画画过程。画画怎样才能把形体画准、结构画对呢？完全画准、画对是不可能的，理论上并不存在完全一模一样的物体。尽量的画准、画对，是画者为了训练自己的造型能力给自己所定的要求，并不是必须的要求。事实上存在着大量把画不准当个性的人，画的准不准，并不是评判一幅画好坏的标准。而画的像不像却是衡量一幅画好坏的标准之一，画的像和形体准确并不是一回事。比如漫画肖像，形体不准，结构不对，但却很像，这是因为抓住了所画物体的特征。下面具体说下我是怎样尽量把形体画准、结构画对的。画画起形阶段的说明，先用几条线把所画物体要画在画面的大概位置定下来，然后把所画物体当作二维的平面图形去观察，遵循从大到小的顺序，一块一块的画出来，就像画拼图一样。比如先画出头发、脸、脖子的形状，再细分画脸上的眼睛、鼻子、嘴的形状。大块的形状没有画满意，不要仓促画小块的形状，不然小的形状画好后，发现画的位置和大小不对，或者所画的整个物体在这个所画的画面里已经容纳不下了。画脸上的五官时，一般我先用一条线把面部的中心定下来，再通过脸的形状和中心线把鼻子的位置定下来，再依据鼻子的位置确定周围嘴巴、眼睛、眉毛的位置和大小，再根据眉毛和鼻头的位置确定耳朵的位置和大小。也就是说，一个部位位置大小的确定，是用与它邻近的其他部位的位置做比较推理画出来的。如果某个物体的位置大小出错，会一连串的错下去，因此要频繁的做整体观察比较。也就是说，画画过程是在整体观察的方法下进行局部推画完成的。关于体积结构塑造阶段的说明，体积结构塑造不同于形状塑造，只靠观察比较就能完成。更重要的是，还需要在观察比较后进行分析，把能够体现出体积的地方卡出来。这个位置也许出现在高光处，也许出现在明暗转折处。光影变化不是固定的，但形状、体积是固定的。光影只是可以暗示出体积，而非体积体现的必须。在很多时候，单靠线条就可以把体积表现得很充分。因此，我上来是不考虑光影明暗效果的，先用排列出来的线条把暗示体积的地方卡出来，并且反复的分析、确认、深入塑造。就这样，理论上是可以无限期的深入画下去的。什么时候不想画了，就算完成了。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分钟，也可能是几天、几月、几年。当然，深入刻画的时间越久，对造型能力的精进越是无益。短时间对形体塑造的反复练习，才是训练造型能力的有效方法。因此，学画画要多画塑造形状体积的短期作业，少画无意义的磨洋工的长期作业。关于绘画作品的好坏优劣，评判标准说明：一般没学过画画的人，或者初学画画的人，会认为把画得像实物照片一样就是好了，而进入更高的画画阶段，很多人就不满足于画得像实物照片了，甚至把画得像照片的评价当作耻辱。画画的人怎么就只是满足于像一个照相机或打印机的评价呢？好的照片还需要后期修图处理呢，何况是纯手工完成的画画呢？如果细心观察，会发现我根据照片所画的画，要比临摹古典大师的画差很多。差的地方就是画者对所画物体的主观处理的部分，画画水平的高下就是从这里区分开来的。因此，临摹古典大师的好画，向古典大师学习如何处理物体画面，才是精进画画境界的方法捷径。
好了，就到这里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、评论，再见。